您最想去中国哪玩？请关注我，带您看遍中国。今天带您走进南京，从古代到现代，南京都是中国最美、最有诗情画意的地方之一。古代的皇家、文人墨客喜欢这里，现在的人们也热情依旧，更喜欢这里的风景、人文。南京一年四季风景迷人，春季看花。梅花、樱花、桃花、郁金香、海棠花繁花盛开；秋天看树，梧桐、红枫、银杏如诗如画，成为一年中最美的观赏季节。下面就来探索这座城市好玩的地方。一、夫子庙秦淮河，位于秦淮区。像它的名字一样，南京夫子庙是中国千年文化的传承，是古老文化依然充满活力的盛世繁华。南京夫子庙作为中国四大文庙之一，古代的高等学府，这里人文荟萃，李白、杜牧、王羲之都来到这里写诗作画，触摸着古老的建筑，品尝着传统的美食，十里秦淮，金陵一梦。夜晚的秦淮河是来到南京这座城市游玩的人们最向往的地方。夜晚，秦淮河两岸的建筑变得更加古朴迷人，古老的城门、古色古香的临水阁楼街巷，都在夜幕下闪耀着独特的魅力。街巷两旁的红灯笼散发出暖黄的光芒，仿佛带你回到了过去的时光。在这里探索中国的古老文化，您一定会被它的魅力所吸引。二、老门东，位于秦淮区，距离夫子庙不远。老门东是南京的传统民居聚集地，这里商贾云集，人文荟萃，是世家大族居住的首选之地。走在老门东的街道上，花灯、剪纸、折扇、雕刻、盐水鸭、汤包、馄饨、蜜汁藕，每一样都是那么的吸引。感受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，仿佛穿越到了数百年前。乌黑的瓦，灰白的墙，爬满绿植的房子，这样的江南的婉约之美，像极了诗里的烟雨江南。置身在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中，这里风格独特的建筑，或许某一间就是古代官宦豪门的宅地。南京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城市，总是让人感受到一种神秘而古老的魅力。三、玄武湖，位于玄武区，它和南湖、西湖并称江南的三大名湖，是金陵48景之一，是南京这座城市的明珠。3.78平方千米的湖面被分成北湖、西南湖、东南湖，西面和南面紧邻着明城墙，湖也成了古代的天然护城河。漫步在城墙上，脚下是古老的城墙，远处是碧波荡漾的玄武湖，真的很壮观，感觉很美妙。玄武湖作为现存唯一的江南皇家园林，它承载着浓厚的历史。沿着湖岸走走停停，一路看过南京站、国际博览中心、紫峰大厦。南京的众多地标里，玄武湖就能看到好几个。一年四季，玄武湖都给南京带来惊喜。3月的玄武湖，樱花在城墙下的绽放；7月的盛夏，碧波荡漾，荷叶随着风摇曳，荷花的香气浸润在空气中。秋天的玄武湖是诗与画，美极了。堤岸两边的树逐渐变成金黄色和红色，秋色斑斓，如诗如画。而到了冬天，一切都变得沉静的时候，一只只迎寒盛开的梅花装扮了冬天，也即将再次迎回温暖的春日。4. 新街口广场。南京是一座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现代繁华都市，被称为中华第一商圈的新街口，是南京人心里永远的市中心。一个地铁站就像一个地下迷宫，24个出站口通往不同的商圈，这就是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——新街口广场。南京绝对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之一。新街口以德基广场、中央商场、南京星百、精英汇聚了购物、美食、文化和娱乐，构成了中国商贸最集中的商圈，超过了北京的王府井、上海的南京路。5. 瞻园，位于秦淮区，紧邻夫子庙。瞻园被称为金陵第一园，它是南京现存历史最久的明代古典园林，历经明朝、清朝、太平天国、民国与当代。瞻园布局十分精致，以山、水、石为主要元素，太湖石建造的假山景色别致，
流水、小池、竹、花、木，恰到好处地点缀着蜿蜒的廊道，清幽素雅的楼阁亭台，一步一景，每一处都引人遐想。它们像在静静地诉说着数百年的沧桑岁月。瞻园面积约2万平方米，作为一座古典园林，瞻园展示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精髓。假山、水池、亭台楼阁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。园内的历史遗迹和文化古迹如同一本活着的书，让来游览的人们了解南京的古代历史和文化。6. 牛首山位于江宁区，它是花费40亿元在山顶打造的绝美宫殿。巨大的佛顶宫，地上3层，地下6层，高度达到了89.3米。走进佛顶宫，你会惊叹它里面的金碧辉煌和恢宏气势，每一处都仿佛在诉说着一段古老的佛教传说，让人心生敬意。牛首山是一座丘陵山峰，海拔只有243米，因2座山峰突起，形似牛头双角，所以人们叫它牛首山。牛首山分布着佛顶宫、佛顶塔、佛顶寺、红觉寺塔、岳飞抗金故垒、郑和文化园、摩崖石刻等人文景点，在这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。佛顶宫内供奉的释迦牟尼佛顶骨舍利，让这份佛教文化遗产更加庄严神圣。7. 栖霞山位于栖霞区，被评为中国4大赏枫地之一。栖霞山三面环山，北临长江，286米的海拔，这里集中了枫香、红枫、鸡爪漆、三角枫、榉树等各种各类的四叶树。每到深秋，山中漫山红遍，犹如晚霞栖落，非常的漂亮。栖霞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，听说6次下江南的乾隆有5次就驻避栖霞山。栖霞寺门前的明镜湖就是清朝乾隆年间兴建的，而栖霞寺更是中国4大名刹之一。千佛岩、舍利塔、古井、红叶谷、乾隆御花园，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的美誉，栖霞山就收下了。南京的秋意是从栖霞山开始的，枫林在秋日里绵延不绝，就像披上了一件五彩斑斓的外衣。当风吹过，红叶纷纷飘落，让人沉醉在秋色中。8. 中山陵位于玄武区，修建于1926年，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寝，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型陵墓。中山陵依山势而建，陵门、石阶、碑亭、祭堂、墓室沿中轴线逐渐升高，从空中往下看，如同一座平卧的自由钟，寓意着唤起民众以建民国。现在的华夏就如这紫金山一样，五彩斑斓，盛世迷人。作为革命先行者的陵墓，中山陵承载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、奋发图强的精神。来这里参观缅怀，让我们不忘初心，继续砥砺前行。9. 托勒加夜市，去到一座城市游玩，除了参观让人惊叹的美景外，品尝当地的美食更是让人着迷。位于江宁区的托勒加夜市，会让你在南京这座城市里感受到不一样的夜晚美食氛围。从傍晚的5、6点开始，路边上慢慢的汇聚了一辆辆小拉车，夜间美食要开始啦！锅包肉、鸡蛋饼、煎豆腐、烤猪脚、铁板鱿鱼、凉皮米线，走在这样的美食街道上，让多少人的味蕾苏醒。闻着香喷喷的童子鸡，更是让人忍不住流口水。一张小木桌，3、5个朋友，在吵杂中却能感觉到一份惬意和温柔，这才是最好吃的美食，总是在深夜的真意。10. 南京滨江。如果有人问什么样的美景可以治愈心灵，那一定是一个有风的地方。南京没有海，但有属于自己的滨江浪漫。燕子矶公园，最后一抹阳光洒在江面上，江下的夕阳把水染成了橘红色，缓缓驶过的轮渡和沙船，这是只有黄昏才有的温柔和美好。滨江樱花大道，春天的南京城最美的一条公路，长江边上的最长樱花带，繁花似锦，美景如画。南京长江大桥，第一座由中国人自行设计、自主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和公路通行的特大型桥梁。这座非同寻常的建筑，刻画着时代印记，见证了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。中国基建狂魔的基因
或许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萌芽。中山码头花上2元购买1张船票，登上百年轮渡，体验2块钱的快乐。10多分钟的航程，吹着江风，赏着江景，共沐着温柔的夕阳，还有机会与江豚来一场浪漫的偶遇。